阿三雾在台湾宜兰的罗东农村出生长大，当地的旧名叫 YIY， 现在当地还有一座通往三星的 YIY 桥，早期是太平山小火车行驶的木桥。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当年噶玛兰族的一个旧社。沿着桥下的罗东溪北上，就会汇入南洋溪，顺流而下进入到太平洋。这个在地球上最大面积的一片海洋，总是让小时候的阿三雾望洋远眺，而懵懂地想着，这片海的另一边是什么景色？这个世界又是什么样子？而以前又有多少人也是从这个海湾出去挑战这一片汪洋无际的蓝？由于三面环山，唯一的开口顺势迎来东北季风的雨，借着南洋溪的灌溉，南洋平原的良田是台湾重要的谷仓之一。阿三雾从小就跟着两个哥哥，在课业之余协助父亲从事农务。田野间虽然是辛苦工作的地方，不过也是阿三雾休息玩乐的天堂。在田间渠道、泥地水洼、小溪树间和大自然的阳光映照下，阿三雾总会趁着空档的时候享受着这种天然。也因此，阿三雾从小就对于大自然的各种变化特别的有兴趣。阿三雾的父亲早年在宜兰县政府建设局上班，由于家中拥有耕地，他采取自耕的方式，利用下班及假日时间务农。在阿三雾的童年印象里，他和两个哥哥一年到头都没有真正休息的日子，因为完成了一件工作之后，阿三雾的父亲就会再交付下一件工作。三个兄弟没有人喊苦或是偷懒，这也养成他日后天天工作的习惯。人只要活着就是要工作，休息只是为了要继续工作。阿三雾回忆起父亲这么说道：爸爸是一个很斯巴达教育的人，他是非常严格的，所以但是我爸爸他也有一个好处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一艘船做好以后放在码头，并不是造船者的本意啊，造出来的船是可以乘风破浪的，一个码头到一个码头。如果造好一艘船一直摆在家里很漂亮啊，这个他不喜欢他儿子这个样子。他在高兴的时候都是高兴在心里啊。比如说我考上大学，在我们乡下来说算是第一个，他高兴的不得了，看他面无表情，他从来没有，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高兴，事实上他很高兴。那我爸爸是一个隐藏式的那种喜悦。阿三雾认为，只有母亲对他的爱，从没有丝毫改变过。那么，这个没有改变过的爱，对阿三雾的影响又是什么？妈妈影响我很大，所以你看我现在所有的作品很多，当然说母以子很多，母爱的特别多。因为我妈妈她在我怎么留级的时候，她有一天我也不知道，有一天跟我爸爸吵架，那我爸爸就骂我妈妈说：“你不是讲洪胜名这个老师吼是状元名吼？”因为我妈妈喜欢看歌仔戏，她觉得状元是相了不起。结果我爸爸说：“你讲的状元，伊就是落地状元啦吼，咱落地一届，伊落地两届，伊就够的落地状元啦吼。”就是我妈妈说有啦，伊一讲大汉，伊就会熬啊，然后伊即马较袂晓安尼后边大汉，伊就会。所以我妈妈一直从来没有放弃过我，一直对我很有信心。好不容易初中毕业，阿三雾想到台北发展看看。阿三雾的父亲送他到火车站，搭清晨4点出发的火车，一路上没有什么交谈。阿三雾感觉到父亲对他出外去台北，并不抱太大的希望。到了月台之后，阿三雾的父亲依旧是不苟言笑，并面带严肃地交代他2件事：一是不可以混黑道，另一个则是不可以参与政治。在1960年的时代，对于阿三雾的父亲而言，这2件事是一样的危险。到了台北之后，幸运之神并没有马上对阿三雾招手，报考的好几所高中都没有考上，而只有初中毕业又没有工作经验的阿三雾，更是难以找到工作。最后透过介绍所的中介，来到位于后火车站的一家水电行当学徒。有一天在报纸上，阿三雾看到淡江中学要进行第3次招生，他惦记着母亲以前的叮咛，也没有因为之前几次的落榜而放弃。他决定登记参加淡江中学的招生考试，而阿三雾的人生也将因为这个报名决定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